果烂了一小块，削掉以后，剩下部分到底能不能吃？看完长知识了。日常生活中，苹果是一种再常见不过的水果。然而，很多人或许遇到过类似的情况，一个苹果放久了出现了一小块腐烂，我们习惯性的将腐烂部分削掉，继续食用余下的部分，这样做真的安全吗？腐烂水果的隐患往往并不止于表面，细菌和霉菌的侵袭往往已经超出我们肉眼所见，向更深处蔓延。本文将深入探讨苹果腐烂的原因，揭示霉菌和细菌的扩散方式，分析腐烂区域消除后残余部分是否安全食用的科学依据。烂苹果的隐患。吕女士作为健康达人，每天都会为自己准备1-2个新鲜水果，在工作间隙吃一点，既能补充能量，还能提神醒脑。她尤其偏爱苹果，不仅因为苹果便于携带，口味清甜，更因为她深信每日一苹果，医生远离我的道理。那天清晨，吕女士和往常一样，在出门前随手抓了一个苹果放进包里，便往公司赶去。抵达公司后，吕女士便开始投入工作中，上午的工作紧张忙碌，时间异常紧凑，她也没来得及补充能量。直到临近中午，她才抽出几分钟休息，考虑到上午消耗的能量太大，她将早上拿的苹果从包里拿了出来。就在准备咬下一口时，她突然发现苹果的表皮上有一小块泛着暗色的区域。吕女士皱了皱眉，把苹果拿近了些，仔细端详那块区域有指甲盖大小，呈棕褐色，表面微微凹陷，看起来似乎有些不新鲜。她有些犹豫，但随即想，苹果也不过是磕磕碰碰了一下，表面烂掉一点应该不影响食用。于是，她从办公桌的小抽屉里拿出水果刀，将那块烂掉的部分削掉，继续将苹果送入口中。她3口2口的吃完苹果，接着又投入了工作。然而，时间慢慢推移，几小时过去，吕女士却开始觉得有些不适。起初只是轻微的反胃，她并未在意，以为是因为上午工作压力过大导致的疲劳。她拿起水杯喝了几口温水，调整了一下姿势，继续工作，但事情并没有因此好转。中午用餐时，吕女士吃了几口饭，却觉得难以下咽，胃部的反应越来越强烈，隐隐有一种恶心的感觉浮上来，胃里翻腾着。随后，她放下了餐具，打算休息一会儿，看看状态能否有些许缓解。回到办公室后，她坐在椅子上，尽力保持冷静，但身体的反应却越来越难以忽视。几分钟后，胃里的反应愈发强烈，她不得不匆匆起身，往洗手间走去。洗手间的隔间里，吕女士忍不住干呕了几下，虽然并未真的呕吐，但这种不适感却让她心生疑惑。她开始反思今天吃了什么东西，苹果那个烂了一小块的苹果，突然在她脑海中浮现出来，难道真是早上那块腐烂带来了问题？从卫生间出来，由于实在难受，吕女士选择前往附近的医院检查。医生在了解情况后，仔细询问了她当天的饮食。当她说出苹果腐烂的细节时，医生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。医生告诉她，水果表面即使只有小块腐烂，霉菌和细菌仍然可能向果肉内部扩散。腐烂的部分即使切除，苹果其他部位也可能已被污染。听完医生的解释，吕女士才意识到自己可能低估了这种情况的危害。而吕女士的经历给她上了重要的一课，让她对腐烂的食物有了新的认识。苹果腐烂的原因。苹果在采摘后，由于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，可能会出现各种腐烂现象。苹果腐烂主要是因以下几种因素：机械损伤，苹果的果皮破损会加速腐烂；苹果采摘、运输或储存过程中，轻微碰撞、刮擦等可能造成小裂口，为微生物的入侵提供了机会。微生物会通过这些裂口进入苹果内部，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腐化果肉。储存不当，苹果是一种呼吸型水果，在储存过程中会继续进行新陈代谢。高温高湿的环境容易加速苹果中糖类物质的分解，并为微生物的生长创造条件。如果苹果储存温度过高，或者相对湿度过高，微生物繁殖将大大加速。
从而导致果肉软化、变色，甚至出现腐烂现象。自然老化，即使在理想的存储条件下，苹果也会随着时间逐渐老化。水果老化的过程中，其细胞壁结构开始崩解，营养物质流失，内部的有机酸和糖分发生变化，导致果实出现不同程度的软化和褐变。霉菌和细菌在腐烂苹果中的扩散，当苹果开始腐烂，细菌和霉菌就会在腐烂部位迅速繁殖，并逐步向周围扩散。许多人以为消除腐烂部分就可以去除细菌和霉菌，但这并不是一个安全的解决办法，因为霉菌的生长方式，霉菌通过菌丝进行扩散，菌丝的生长类似于植物的根系，会向四周延伸，即使我们肉眼只能看到腐烂区域，实际情况是霉菌菌丝可能已经向苹果内部延伸，污染了周边的果肉。霉菌毒素的扩散，霉菌繁殖的同时会产生一种名为棒曲霉素 Patulin 的毒素，这种毒素常见于水果的霉变部位，且具有一定的毒性。研究表明，棒曲霉素会随菌丝向水果内部扩散，即使表面腐烂部分被切除，毒素仍可能存在于看似完好的果肉中。棒曲霉素对人体有一定的危害，尤其是对肝脏和肾脏。细菌的扩散，细菌同样通过腐烂区域进入果肉，顺着果肉中的微小孔隙不断扩散。这些细菌不仅会造成腐烂，还可能导致苹果变味，并产生对人体健康不利的代谢产物。这种细菌往往不会单纯聚集在腐烂区域，而是向周围扩散。因此，消除腐烂部分不足以去除所有细菌。消除腐烂部分的局限性，在表面消除腐烂部分后，是否可以有效去除苹果中的霉菌和细菌？从以下几点来看，简单消除腐烂部位难以彻底去除污染，肉眼难以识别霉菌扩散范围，腐烂苹果的霉菌菌丝会向内渗透，因此即便将表面看得见的腐烂部分去除，果肉内部可能依然含有霉菌和细菌。霉菌和细菌的侵蚀往往从肉眼看不见的果肉内部开始，消去表层并不能完全避免细菌和霉菌的威胁，消除范围不易把控，为了尽量消除污染，通常需要消去足够深的果肉，但在实际操作中，很难判断消除多少果肉才算安全。如果消得不够深，仍可能残留霉菌和细菌的污染，如果消得太多，又会造成浪费。因此，即便消除腐烂部分，仍无法保证切除区域之外的果肉完全无污染。霉菌毒素耐热性强，霉菌毒素耐热，即使将消除后的苹果加热烹煮，毒素也可能未完全分解。棒曲霉素等毒素在加热时仅能部分降解，高温处理并不能有效去除水果中的霉菌毒素。即便苹果被切块加热，仍可能含有一定量的毒素，长期摄入会对健康构成威胁。细菌残留风险高，苹果腐烂区域切除后，细菌和霉菌可能依然附着在表面或内部果肉中，即便看上去并无异样，实际仍含有残留细菌。对于免疫力较低的人群，如老人、儿童或免疫功能较差者，少量的残留细菌也可能导致不适，甚至引起健康问题。处理腐烂苹果的科学建议，基于霉菌和细菌的扩散特性，以及霉菌毒素的扩散性和耐热性，处理腐烂苹果时应当遵循一些科学建议，以避免食物安全隐患。彻底检查苹果表面，选购和食用前，应仔细检查苹果表面是否有腐烂或损伤迹象。如果发现苹果表面出现褐色斑点、发霉、软化等情况，即便只有小部分，也应尽量避免食用，以免引起健康风险。合理储存，苹果的储存条件会直接影响其新鲜度。建议将苹果存放在阴凉、通风的地方，避免高温、高湿的环境，减少霉菌和细菌滋生的机会。如果储存时间较长，最好将苹果放在冰箱中冷藏，以延缓腐烂。及时食用，避免长时间存放。对于已经出现轻微腐烂的苹果，即便切除腐烂部分，也不推荐继续食用。水果应尽量在新鲜时食用，存放时间过长不仅会失去原有的营养，腐烂风险也随之增加。避免使用腐烂苹果制作果酱等食物。
一些人认为可以利用腐烂的苹果制作果酱、果汁等加工食品，但实际上，即使经过高温处理，棒曲霉素等毒素仍可能残留在成品中，对健康构成威胁。因此，避免使用有腐烂迹象的苹果制作食物，以确保食品安全。总结：削掉腐烂部分，并不能完全避免苹果内部的细菌和霉菌污染。腐烂苹果往往不仅仅是表面变质，其内部结构可能已经受到霉菌毒素的扩散污染，从而威胁人体健康。为了保障食物安全，腐烂的苹果应尽量避免食用。若发现苹果有腐烂迹象，应当果断弃置，以免给健康带来不必要的风险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应当养成良好的食品安全意识，定期检查储存的水果，避免存放过长，确保每一口食物都新鲜健康。